養兒防老呢個傳統觀念今時今日仲係咪仍然可行呢？調翻轉，退休人士過分資助子女會有啲咩風險？今時今日，父母、子女嘅心態同埋財務安排應該點做先好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英家 TV， 我係不了。2年前財自早退呢一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係養兒防老定係養老防兒？之前推出嘅長者退休系列反應熱烈，今集將會講一講養兒防老呢個傳統觀念點樣影響退休同埋財務。我哋從父母同埋子女雙方嘅心態、財務安排等方面進行深入嘅探討，並且引用一啲網上嘅新聞案例嚟加以剖析，適合父母、子女同埋任何人士收睇。因為你都想未來生活得更好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今集將會分為5個部分： 1. 前言，不了快啲生仔啦； 2. 養兒防老嘅背景； 3. 養兒防老嘅改變； 4. 養老防兒與退休理財； 5. 總結，點樣解決問題、心態同埋財務安排。第一部分，前言，不了快啲生仔啦。話說不了媽有一項特殊技能，就係無論講啲咩話題，都總可以兜一個大圈，叫不了同埋女主角生小朋友。每次同佢講電話，最後佢總係講：你哋快啲爭取個小朋友返嚟。無論我同女主角去旅行，定係同不了媽食飯嘅時候，佢話睇到人哋個孫仔好聰明，或者政府鼓勵生育派2萬蚊，佢都會叫我哋去爭取。當每次我哋話帶佢去旅行，佢會話：遲啲先啦，我冇心情去。你哋生一個，有人睇前睇後，我就開心啦。更可怕嘅係，當親戚朋友問及佢個細嘅生咗細路未啊，佢會感覺到失落，甚至因此唔會希望同我一齊返鄉下，免得鄉下親戚問及嘅時候尷尬。尷尬嘅根源係啲乜嘢？我諗係同人比較咯，認定個仔生咗仔係必然嘅快樂，而呢一件幻想中嘅樂事欲求不得，就係佛教入邊所講嘅求不得苦。不了媽總係覺得要人有我有，無論買樓、工作、生小朋友，人哋都有，而我個仔就乜嘢都冇。阿姨個仔買咗樓啦，阿姨個仔升職啦，阿姨個仔生咗細路啦。而事實係，不了雖然覺得乜嘢都冇，但係就覺得自己過得好好，生活得好快樂。苦樂真係主觀嘅，唔知道阿姨個仔生活得快唔快樂呢？不過無論佢嘅生活係咪快樂，其實都同我無關，因為呢個不了媽口中嘅阿姨，我都只係響佢屋企樓下見過1-2次。不了響度想送俾各位長者一句年輕人嘅金句：只要你唔尷尬，尷尬嘅就係人哋。仲有一句係4圍都免費有一派嘅莫生氣入邊一句：鄰居親朋不要比，兒孫瑣事由他去。退休之後同親戚朋友比較少一啲，人都開心啲。講翻轉頭，不了媽口中所謂嘅有人睇前睇後，就係講我哋兩公婆到老嘅時候有人照顧，有人響財政上面供養。不了自問財政上應該冇咩大問題，至於到老嘅時候冇仔女照顧就好可憐痛苦，係咪真嘅呢？我一陣再分析。第2部分，養兒防老嘅背景。響中國同埋好多亞洲文化入面，養兒防老係一個根深蒂固嘅觀念。呢一種觀念認為，父母響年老嘅時候應該依賴子女嚟提供經濟支持同埋生活照顧。呢一種嘅諗法源於幾千年嘅傳統文化，強調家庭嘅重要性同埋尊老愛幼嘅美德。父母響呢一種觀念之下，往往會有以下嘅心理： 1. 期望同埋依賴，父母期待子女響自己年老嘅時候能夠回饋家庭，提供經濟支持。 2. 自我犧牲，父母可能會為咗子女嘅未來付出咗大量嘅時間同埋金錢，而忽視咗自己嘅需求。 3. 責任感，認為自己有責任培養子女，令到佢哋成才，並且期望佢哋回報家庭。我哋再嚟睇下子女嘅心態： 1. 壓力同埋責任，子女感受到來自父母同埋社會嘅壓力，認為自己有義務響父母年老嘅時候照顧佢哋。 2. 感恩同埋回報，子女可能會感受到父母嘅養育之恩，並且希望能夠回報。 3. 自主性，因為需要考慮到家庭嘅責任，而一啲仔女可能會感到自己嘅生活同埋選擇權受到限制。第3部分，養兒防老嘅改變。以前啲人成日講養兒防老，而隨住樓價高漲，年輕一代負擔又重，香港唔少嘅父母已經唔再實行養兒防老，
相反，見到唔少家長協助仔女上車靠父幹嘅例子，慈父300萬首期當嫁妝助上車，業主預錯時間收樓，終需俾多4萬租。設立刺激交投，慈父慈母助兒首置上車，732萬買朗屏8號3房戶。不料睇到一篇新聞，內容係咁樣嘅：而家有明確嘅數據顯示，港人正唔再期待養兒防老。有調查發現，公眾嘅養兒防老觀念有所轉變。育有子女或者打算生育嘅本港成年受訪者中，約有37% 表示唔再指望仔女響佢哋嘅晚年提供經濟支援。整個亞洲而言，呢個比率係41%。隨住呢一個觀念嘅改變，7成已婚並且育有子女嘅受訪者計劃推遲退休年齡。呢一個趨勢可能會影響大眾對退休規劃產品同埋服務嘅期望。另外，我揾到一篇2021年類似嘅新聞，退休理財調查，9成8受訪者憂晚年生活財政，僅2成3期望獲子女照顧。對於退休之後嘅收入來源，僅有23% 嘅港人期望子女照顧自己，反映養兒防老嘅傳統觀念已經不合時宜。與此同時，4成受訪者認為，即使子女成年，為人父母者應該給予援助，但係只有25% 有足夠嘅資金去支持。文章引述完畢。不料點評，觀念同埋心態會隨住社會嘅改變而改變。不料比較遲結婚，最初都係諗住生小朋友嘅，但係早幾年因為社會、工作同埋世界發生咗嘅巨變，令到不料生仔嘅心態亦都發生咗微妙嘅變化。而隨住時代同埋社會經濟嘅改變，包括社會福利同埋保障嘅出現，人口老化同埋少子化等問題嘅浮現，同樣養兒防老呢個傳統觀念已經慢慢改變。不料細心一諗，以前農耕社會嘅人老咗如果冇仔女嘅話，的確好難生存，因為冇氣冇力，你已經唔能夠耕種，冇收入，只可以靠仔女幫忙。即使自己冇仔女，佢哋好多時亦都會收養一個繼子或者繼女。中國幾千年嚟都有咁嘅問題，直到不料嘛年輕嘅時候響內地農村嘅時代都係咁樣。嗰陣時冇今日嘅老人院、社工、長者護理或者長者中心等社會配套。另外響退休財務上，亦都冇退休金、年金、醫療保險、長者生活津貼或者被動收入等支持退休生活嘅財務安排。對於退休養老，其實呢幾十年先至出現翻天覆地嘅改變。所以不料嘛根深蒂固嘅諗法，我係理解嘅。而不料嘛提到老咗冇人照顧，好可憐痛苦嘅，係咪真嘅呢？好多長者認為老人院一定唔及子女嘅關心，但係老人院亦都有好嘅看護，子女亦都有不孝嘅子女。而現代嘅子女亦都忙於工作，有幾多仔女會親自照顧自己嘅父母呢？另外，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兒，不料覺得即使有仔女，年老嘅時候係咪得到適切嘅照顧，亦都只係一半一半。就算仔女孝順都好啦，我成日睇到老老照顧嘅新聞，60幾歲嘅仔女喺屋企照顧80、90歲嘅父母，其實照顧者亦都係好辛苦嘅。我自己就唔想將老時照顧嘅痛苦俾仔女啦。好多家長會話，小朋友健康快樂成長就足夠啦，但係有幾多家長背後實際想小朋友完成自己達唔到嘅夢想，或者想響佢哋長大之後響財務、心理或者物理上照顧老咗嘅自己。生小朋友帶有工具目的性係咪好呢？不料認為父母有父母嘅人生，仔女亦有仔女嘅人生。父母將自己嘅快樂同埋未來寄託喺仔女身上，一來唔可控，二來仔女亦有自己嘅選擇權同埋生活壓力。用投資角度嚟睇，唔確定性非常高，幾十年之後可能會失望而鬱鬱寡歡。咁點解唔將主動權放喺自己手入面呢？例如，父母唔使因為仔女做到啲乜嘢而快樂，而係自己由生活嘅各方面或者達到自己嘅人生目標而得到快樂。財務上唔需要依靠仔女供養，而係自己年輕嘅時候規劃財務，將來能夠支持自己嘅退休生活。課題分離，自己嘅幸福掌握喺自己嘅手入面。不料覺得呢度有好多嘅討論空間，但係我哋仲係翻去財務相關嘅先。第4部分，養老防兒與退休理財。退休之後無止境支援仔女係危險嘅。早前有一篇新聞係咁樣講嘅，養成子女太花錢，退休人士被逼回去工作的3個原因。最近有一項調查揭露，喺美國2024年
已經退休嘅人當中有1%計劃重新返到去職場工作，理由包括係通脹、高消費、存款不足同埋無聊等等。仲有好多嘅退休人士對自己使錢嘅方法相當悔恨。退休人士表示有3個原因令到佢哋必須返返去做嘢，而當中嘅第一項係資金援助成年子女。越嚟越多嘅長者用資金援助成年子女，代價係自己嘅退休生活品質。美國有一位65歲嘅男士，一直為2個仔提供經濟支援超過40萬美金，而依家佢2個仔都30幾歲啦。經濟援助嘅範圍包括大學學費到飛機機票。調查亦都顯示，有3%嘅家長過去1年提供成年子女經濟援助，通常係一啲細金額，但係亦都會借錢俾仔女創業。有一啲研究者叫呢一種幫助仔女消除人生所有障礙做鏟雪機教養。理財顧問解釋，用錢支援仔女嘅父母認為依家嘅世界同自己年輕嘅時候太唔同啦。佢哋覺得經濟好唔同，世界亦都好唔同，依家要經濟獨立嘅難度更加高。佢話只要家長負擔得起，用錢幫助成年子女冇問題，但係如果危及自己退休就有問題啦。文章引述完畢。好多華人社會，包括香港嘅家長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例如00後靠父幹俾首期643萬入市雲匯兩房，原業主5年慘輸2球。調查富裕家庭子女到英美等地升學需200萬元，佔香港家長退休儲備2成。不過亦都有例外相反嘅家長。新聞中年母親欲退休，待女兒供養，在學港女網上求意見。早前有網友響討論區發文，指自己50歲母親近期萌生退休嘅念頭，希望仍然在學嘅網民可以供養佢。網民崩潰表示，本身已經冇錢，就算我之後畢業揾咗嘢做，我都唔會好高人工，擔心冇辦法儲蓄影響日後人生。如果你係呢一個女仔，你會點做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不料點評，不料雖然冇仔女，但係認為至少就應該灌輸理財觀念俾仔女，而且喺財務上支持要適可而止。例如最多只會供養到佢哋本地大學畢業，話俾佢哋聽，佢哋成年之後就要自力更生啦，仲要俾家用，負翻適當嘅責任，唔好因為新一代經濟困難而將自己嘅退休金支持仔女。不料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嘅艱苦，一代人亦都有一代人嘅機遇，而且俗語講富不過3代，仔女經過自己努力得嚟嘅財富先至可以持久，同埋咁先至可以鍛煉自己嘅能力，同埋體現自己嘅人生價值。相反，過度給予財富俾仔女，只會毀咗佢哋嘅一生。有新聞係咁嘅，日本56歲啃老族因雙親離世而餓死。啃老族女兒考碩士落榜在家啃老3年，父母無奈，每月問領4000蚊生活費。仲有不料之前分享過一集嘅內地神童28歲啃老度日。作為父母，你可以為仔女做基本嘅供養，例如生活費、教育基金、買保險，但係就唔使買2-3層樓俾成年嘅仔女，準備佢哋未來生活嘅一切，亦都唔使犧牲自己嘅退休金俾佢哋過量嘅教育費。一來依家嘅好教育唔保證有高收入，二來仔女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問題，唔保證會俾你退休生活費，佢哋自然有佢哋自己嘅路。我哋同上一輩比依家更加艱苦，亦都唔係咁樣走過嚟咩？響財務上，不如自己照顧好自己。父母唔想延遲退休，或者退休之後重投職場，咁不如父母處理好父母嘅財務，仔女處理好仔女嘅財務。父母減少為仔女添煩添亂，已經係好好啦。響資料搜集過程入面，不料睇到好多年前鼎爺李家鼎一啲好好嘅見解，我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鼎爺琴日出席記者會嘅時候，亦都分享其退休大計，強調親生仔不如近身錢，勿為子女債，老來係咁捱。呼籲老友記幫助仔女上車嘅時候，記得量力而為。鼎爺分享佢退休4大絕招，第一招係增加理財知識，明白買樓唔等於儲錢退休，要選擇合適自己嘅理財計劃。第二招係2代多溝通，為未來建立清晰目標，做好風險評估，切忌盲目跟風。第三招係從小教導仔女理財觀念，養成儲蓄習慣，減少對父母依賴。最後一招係做任何重要嘅財務決定之前，最好先諮詢專業嘅財務顧問意見，值得大家參考。親生仔不如近身錢，大家又點睇呢？留言分享一下你嘅意見啦。養老防兒，前面提及係避免自己過分嘅給予，仲有另外一個面向係
防止不孝兒女侵吞自己嘅財產。呢個係社會唔難睇到嘅現實。新聞例如養兒防老，九旬婦含辛茹苦養大4子1女，四兄弟為錢反目拒養媽媽。44歲啃老族獨從搶輪椅巴6萬購毒，北朝子戰招強佔居所，7旬父母被逼住老人院怒提告。以上新聞例子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或者任何原因與子女反目，例如近來城中熱話嘅可伯事件等。針對不孝兒女，有頻道介紹用政府年金同埋安老按揭等工具，不料亦都認為係可行嘅方法。而較有錢嘅人士，例如500萬或者以上，家族信託亦都可以考慮，不過收費可能會比較高。第5部分總結，點樣解決問題？心態與財務安排。響現今嘅社會，要解決兩代財務關係，無論係父母定係仔女，心態同埋財務安排嘅調整都係好重要嘅。合理嘅財務安排唔單止可以減輕家庭嘅經濟壓力，仲可以幫到仔女建立獨立嘅生活能力。不料總結出以下一啲嘅心態同埋財務調整安排建議。1. 心態調整，父母嘅心態調整。第一，降低期望，父母應該降低對子女嘅期望，唔好過分依賴仔女，更多依靠自己。第二，自我照顧，重視自己嘅健康同埋生活質量，唔好過度自我犧牲。第三，開放溝通，同仔女保持開放嘅溝通，了解彼此嘅需求同埋困難，共同尋找解決方案。仔女嘅心態調整。第一，主動承擔，仔女應該主動承擔起家庭嘅責任，幫助父母分擔經濟壓力。第二，自我成長，重視自我成長，不斷提升自己嘅能力同埋競爭力，實現經濟獨立。第三，尊重父母，仔女應該尊重父母嘅意願同埋需求，唔好將自己嘅壓力同埋責任全部推俾父母。2. 財務安排，父母嘅財務安排。第一，退休計劃，父母應該提前規劃自己嘅退休生活，確保有足夠嘅退休金同埋儲蓄嚟應對老年生活嘅開支。第二，保險保障，購買適當嘅保險，例如醫療保險、長期護理保險等，嚟保障自己喺老年期間嘅醫療同埋護理需求。第三，理財投資，進行合理嘅理財同埋投資，為資產增值，為退休生活提供更多嘅財務支持。第四，遺產規劃，提前規劃遺產分配，確保資產能夠合理分配俾仔女，避免未來可能嘅糾紛。子女嘅財務安排。第一，獨立經濟，仔女應該努力實現經濟獨立，透過工作、創業、投資等方式嚟養活自己，減輕父母嘅經濟負擔。第二，儲蓄同埋投資，建立自己嘅儲蓄計劃同埋投資策略，為未來嘅生活同埋家庭做準備。第三，學習理財，積極學習理財知識，提高財務管理能力，避免因為財務問題導致生活困難。第四，責任分擔，仔女應該主動承擔起家庭一部分嘅經濟責任，例如俾一啲家用，幫助父母分擔開支。以家庭為單位嘅共同財務安排策略，雖然比較少人做，我亦都簡單講一下。第一，家庭財務規劃，家庭應該共同制定全面嘅財務規劃，包括收入分配、儲蓄、投資同埋支出管理，咁樣可以減少因為經濟問題引起嘅家庭矛盾。第二，共同儲蓄目標，父母同埋子女可以共同制定一啲儲蓄目標，例如買屋、旅遊或者子女嘅教育基金，咁樣可以增強家庭成員嘅責任感同埋凝聚力。第三，定期檢視家庭嘅財務狀況，根據變化及時調整財務計劃，確保每個家庭成員都能夠獲得合理嘅經濟支持。今集就到呢度，感謝你收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，無論父母或者子女都能夠各守其分，退休同埋生活愉快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越多嘅分享同埋點讚， YouTube 就會推薦俾更多嘅人睇，幫到更多嘅人。支持不了創作嘅善長仁翁，可以俾我一個超級感謝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